厂长因为我上班迟到2分钟，当众宣布扣除我今年5万年终奖。我解释说昨晚为修机器加班到凌晨3点，他却骂我找借口。我不想再争，开始摆烂式上班。结果1个月不到，工厂半夜机器坏了，没人及时维修，直接亏掉1个亿。周一早上，说实话心情还挺好，夜班3号机抢修完，机器终于不再乱叫，看着稳定的数据，整个人彻底松弛下来，拖着步子回到宿舍。已经是大半夜，躺床上琢磨着，只要撑过这个月发了年终奖，老爸的透析费，老婆生2胎的钱，还有过年的开销，勉强就够了。谁知道闹钟一响，睁眼一看全完了，居然迟到了2分钟，一路狂奔冲进厂门，打卡机无情地跳出8点02分，小红灯滴的一声，那一刻心里直接咯噔一下，完蛋，这下肯定又要挨骂。本以为顶多就是被领导训2句，谁知道厂长直接憋了个大招。早会上100多号工人乌泱泱全站在车间，机器停着不动，空气里全是刺鼻的机油味，混着劣质洗衣粉的味道，压抑得很。厂长手里攥着一叠纸，站在最前面，满脸铁青。他装模作样清清嗓子，斜眼朝这边瞟过来。今天先宣布一件事，有的人仗着是几年老员工，尾巴就翘上天了。李哥，感觉在点你。李峰上班迟到2分钟，按常规扣除今年全部年终金5万块。整个车间瞬间死一般寂静，脑子里嗡的一声，彻底被砸懵了。5万块在有钱人眼里可能不算啥，但对我来说，这是老爸1季度的救命钱，是老婆生2胎的住院费，更是全家过年的指望。辛辛苦苦干了1年，每个月工资都不够花，就眼巴巴盼着这笔钱救急。后排工友倒吸一口凉气，迟到2分钟扣5万，这么狠，这年还过不过了？就是啊，咱们苦哈哈打工1年，不就图这点辛苦钱？自己迟到怪谁？活该！人群里也有人幸灾乐祸，喉咙干得像被塞了团棉花，拼命深呼吸才勉强挤出声。厂长，昨天3号机突发警报，电路烧了，我一个人抢修到凌晨3点，刚闭眼没一会儿错过了闹钟，这才迟到2分钟。其实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，肚子还在饿得咕咕叫。厂长连正眼都不给，继续翻看手里的名单。加班是你自己的问题，迟到就是违规，厂里的规矩不可能为你一个人破例。要不是我连夜抢修，这会儿3号机根本开不了机，全场都得跟着停摆。他猛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巨响吓得前排女工浑身一哆嗦。李峰，你几个意思？犯了错还敢顶嘴？你作为老员工更得带头守规矩，你都带头迟到，以后队伍还怎么带？厂规成摆设了吗？被当众这么一吼，脸上火辣辣的烧。在这厂里干了整整5年，怎么说也是个小组长，当着所有人的面一点台阶都不给。后排工友忍不住小声嘀咕：他昨天确实干到了半夜，我们值夜班的亲眼看他从机器上爬下来。看见有啥用？厂里还不是厂长一人说了算。听到下面有人议论，厂长火冒3丈，直接放了狠话：从现在起，谁敢再替他求情，跟着一起罚5万块，全当杀鸡儆猴。以后谁敢迟到，全按这个标准罚。狠话一撂，所有人吓得猛盯着鞋尖，大气都不敢喘，生怕惹火烧身，死死咬住后槽牙，手心里攥的全是冷汗，胸口像塞了块石头堵得慌。不是想抵赖犯错，而是这委屈实在咽不下去。盯着厂长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，瞬间彻底想明白一件事：在资本家眼里，过去卖的命、熬的夜、抢修的机器，连个屁都不算。自己不过就是个毫无感情的打卡机器，只要没按时打卡，就得乖乖挨宰。老陈偷偷用胳膊肘捅了捅我：李哥，赶紧求求情了，那可是整整5万块。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把差点脱口而出的那句这不公平生生咽进肚子里，顺手扶正头上的安全帽，冲着厂长扯出一个冷笑，语气平淡的出奇：没问题，厂长，一切按您说的办。厂长明显愣在原地，没料到刺头居然认怂了，傲慢的冷哼一声，甩下名单：散会，全都滚回工位干活。工人们像炸了锅的蚂蚁瞬间散开，有人刻意绕着走，仿佛沾上我就会倒大霉，也有人凑过来拍拍肩膀：算了吧，自认倒霉，谁让你非得硬碰硬？沉默着一言不发，走向3号机的那几步路，脚步沉重的像灌了铅，脑海里全闪过昨晚的画面，独自蜷缩在冰冷的水泥地上，胳膊探进滚烫的机器里，手被烫的全是大红疹，渴到嗓子冒烟都没舍得停下喝口水。那时候全场人都在呼呼大睡，就我蠢到怕耽误明天开工，拼了命也要连夜修好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是蠢到家了。站在庞然大物面前，伸手摸了摸还微微发烫的金属外壳。这台老伙计从进厂落地那天起，就是我死磕外地工程师一点点摸透脾气调教出来的。哪根轴承会抖，哪个齿轮异响，只要电机一转，闭着眼睛都能精准定位故障。这么多年，只要机器停摆，所有人的本能反应都是赶紧去喊李峰，哪怕凌晨2点睡得正香，电话一催，爬起来就往车间冲，绝对不带半个不字。换来的到底是什么？就因为该死的迟到2分钟，5万块血汗钱瞬间蒸发，全家1年的活路直接被断。忍不住摇头苦笑，
心里那点可笑的奉献精神，咔嚓一下被人一脚踩得稀碎。老陈看我木头一样杵着，赶紧贴过来悄声问：“李哥，你真咽得下这口气？要不要越级找大领导求求情？”果断摇头，算了，跟他们讲道理根本没用。那你接下来准备咋办？把胸前的工牌重新别好，随手抄起一把扳手。还能咋办？以后咱们就严格按常规办事。老陈一脸懵逼，没听懂。规定几点上班就卡着点来，到了下班点直接走人。分内的事做完，多干1秒钟算我犯奸。老陈愣在原地待了2秒。你以前每天不都提前半小时来检查线路吗？那是曾经脑子进水。以后这种免费的冤大头，谁爱当谁当去。就在这一刻，心里彻底敲定了一个计划：坚决不闹事、不吵架，更不主动辞职。咱们就白纸黑字，严格按劳动合同办。既然厂里非要把人当成没感情的螺丝钉，那我就老老实实当颗废铁螺丝钉，该转几圈转几圈，多半圈都不带转的。至于那台宝贝3号机和整条生产线会不会彻底瘫痪，那就留给厂长慢慢头疼去吧。下班铃声一响，扔下工具100米冲刺，飞奔到打卡机前火速下班。现在多留在厂里1秒，都是对生命极大的浪费。隔天早上，死死卡着倒数最后3秒钟，狂飙进厂区。看着打卡机跳出绿灯，心底忍不住想发笑。以前那个天天提前半小时义务劳动的傻子死了，现在我只论秒掐点。老陈大老远盯着我瞅，李哥，你这是彻底放飞自我，准备摆烂了啊？能咋办？领导发话必须守规矩，我这可是严格遵守厂规。说完故意放慢脚步，走得比公园散步的大爷还悠闲。刚溜达到车间门口，就像撞鬼一样撞见厂长，满脸黑线死死盯着我，心里一阵冷笑。瞧见没？这就是把老实人当免费牛马长期压榨惯出来的臭毛病。以前天天早到连句辛苦都没有，现在准时准点打卡，反倒像犯了天条一样。哟，今天踩点踩得挺准时啊！一切严格遵循厂里的规章制度吗？他瞬间被噎得说不出话，脸上那股嚣张跋扈的劲头肉眼可见地垮了下去。早会一开场，厂长的眼刀子就不住地往我身上飞，看我跟木头桩子似的杵着，没像从前那样主动递上设备巡检报告，他的脸色更加难看。果然资本家剥削穷人只会贪得无厌，占不到便宜那就是吃了大亏。刚宣布解散，他故意拉长声调敲打：“大家都散了吧，各回各位，赶紧干活。”话里有话，摆明了是在试探我会不会像条哈巴狗一样主动留下来加个班。结果我干净利落转身就走，连个多余的眼角余光都没施舍给他。老陈跟在后头拼命憋着笑。李哥这波硬碰硬干的是真漂亮。无所谓的耸耸肩膀，不给点颜色看看，他们还真以为我是24小时待命的免费修理工。老实说，胸口那团无名火还在烧，但心里越憋屈，行动上就越是要客客气气的抠字眼执行合同，就得让他们开开眼。没了我每天提前排雷，这破厂到底能不能转得动？果然不出所料，刚坐回工位半小时不到，宝贝3号机直接开始闹脾气，传送带速度先是肉眼可见的掉档。新来的学徒工瞬间慌了神，狂按控制板，嘴里直念叨：“完了，怎么又开始响警报了？瞎按什么？赶紧去喊你李叔来救场啊！”小伙子慌张地回头求救，而此时的我正慢悠悠地在工具箱里挑挑拣拣找那把合适的扳手。厂长黑着脸从办公室里冲出来：“怎么回事？怎么又掉速了？”李峰以前都会提前排查，这会儿估计还没查到那儿。厂长一听这话，差点原地气炸。他是组长，他不上心，整个产线都得跟着喝清大水。听完这话，直接把扳手往桌上一扔，双手一摊：“厂长，我在上班时间该干啥干啥，你非让我提前干活，算加班费吗？你以前可不是这态度，不都提前来干活的吗？”那是以前，昨天不是您说规矩比天大吗？没到点我干嘛要碰机器？那不是明知故犯破坏规矩吗？四周瞬间死一般寂静，全都在等厂长当场发飙。可他愣是半天憋不出一个字，只能咬着后槽牙让班长死盯新人继续调。不到10分钟，3号机突然哐的一声闷响，整个车间地板都跟着震了一下。旁边小伙子吓得2腿直哆嗦。李哥，他自己停机了。厂长的脸刷的一下惨白如纸。这台机子趴窝意味着什么？整条流水线瘫痪，产量腰斩，订单彻底报废。厂长急得冲我大吼：“李峰，你非要看笑话是不是？赶紧过来修！”厂长，我可没罢工，但你别冲我吼，我不吃你这一套。老陈在旁边憋笑，憋得肩膀直抽搐。李哥，你这是要把他气出脑溢血啊！厂长脸色青白交加，硬生生把怒火咽回肚子里。李峰，麻烦你过来瞧瞧。这才勉强点点头，弯下腰把头探进机器里，也就2分钟，直接锁定故障点，传动带松弛脱槽。昨天抢修就爆了，要换新件，上面死活不批采购。今天一上高转速，隐患当场爆雷，站起身拍掉手上的油灰。厂长，昨天就说必须换件，你们不批，我也没辙。全车间几十双眼睛刷地盯住厂长，那眼神分明在说：“好嘛，这回看你怎么甩锅。”厂长憋得满脸通红。你不管怎样，赶紧弄好。没新件，
我顶多临时打个补丁，能撑多久全看命。先撑着，不然今天产能全完蛋。也不废话，顺手把皮带死死勒紧，但心里跟明镜似的，这破机器早晚还得炸炉。以前每天来回巡检7、8趟，就是为了防着这手。糊弄完拍拍满手黑油，转头往外走。厂长，我去趟厕所。厂长眼珠子瞪得溜圆，你刚不是去过了吗？回头冷冷瞥了他一眼。扣我5万年终奖时，不是说按规矩办事吗？我现在正常上厕所，怎么？厂规还不让人拉屎了？厂长瞬间哑火，半个字都蹦不出来。整条产线的工友全都在憋笑，脸都憋成了猪肝色，心里那叫一个舒坦透顶。从这秒开始，算是彻底大彻大悟了。不讲半点人情，那就冷血按规矩办；不给我脸面，那谁也别想好过。资本家这次惹错人了，惹的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，而是手握核心技术的硬茬。这绝对是他这辈子犯过最大的蠢啊！谁让整条线离了我不转呢？下班铃声刚响，又是第一个如离弦之箭冲出车间。李哥，不加会儿班吗？这机器隐患还没排雷呢！身后的徒弟急得大喊，头也不回，直接往外飙。又搬不下，纯属脑干缺失。走晚了，食堂连剩菜都没了，又得干嚼泡面。谁爱当牛马谁当，去他妈的加班！话音刚落，已经冲到打卡机前，稳稳拿走第一个绿灯，准点下班才是打工人应有的基本体面。以前真是脑子进了水，下班还跟机器死磕，就怕影响明天的破进度。总觉得多干点是本分，加班熬夜无所谓，搞得天天去食堂只能对着空盆叹气，最后还得自己掏腰包买泡面续命。现在算是清醒了，多干1倍的活没人念你的好，迟到2分钟却能抹掉1整年的心血，简直欺人太甚。5万救命钱都飞了，还搁着装什么劳模？晚上必须得琢磨点副业补贴家用，能搞几百是几百。咽下最后一口饭，翻出手机里的秘密号码，隔壁竞争对手吴厂长。吴厂长，之前你说让我抽空去给机器把脉，现在还缺人吗？电话那头瞬间乐开了花，热情的恨不得顺着网线端杯茶过来。太缺了，老规矩，1小时400，干不干？心里盘算了一下，涨到500行不行？保证药到病除。对面沉默了2秒，还以为这老狐狸要压价，结果人家直接拍板，只要你人肯来，500就500，绝对日结，赶紧救场，厂里已经全乱套了。当场愣在原地，心里突然翻涌起一股极其复杂的情绪。逼我熬夜到凌晨3点，连句人话都没有的，是卖了5年命的老东家；随便去溜达一圈就抢着砸钱的，竟然是别人家的老板。没问题，15分钟后就到。掐断电话，跨上小电驴，油门拧到底，2000块外快我来了。刚到厂门口，就看吴厂长眼巴巴的望眼欲穿。我的活祖宗，你可算来了！机器停了好几天，几个老师傅快把零件都拆光了，也找不出毛病。带我去看看。结果刚走到跟前，听机器干咳了2声，心里基本就有了底。3下5除2，10分钟不到，机器运转的比新出厂还丝滑。要不是老东家的机器破得跟收破烂似的，每天逼着我练手，还真练不出这神仙技术。吴厂长眼珠子差点掉下来。10分钟就搞定了。旁边几个老师傅脸绿得像苦瓜，有人很不服气的小声试探：“你是不是提前知道答案了？”抖了抖手心里的机油：“没啊，我就是听个响就知道了。”那师傅嘴角一阵抽搐：“我们几个人听了3天，摸了3天，真是人比人得死啊，简直神了！”另一个老师傅直巴搭嘴：“李哥，就凭你这手艺，在那边不得月入几万？”听到这话，鼻头猛地一酸，满腹心酸往上涌，去哪找几万块？累死累活才8000块，连个全家温饱都快保不住。随便去打听，圈子里稍微带点手艺的，哪个不是轻松破万？走，去我办公室喝杯好茶。吴厂长一把拽住胳膊就往外带。这厂子规模不大，但车间灯火通明，工人们干起活来个个眼里有光。别客气了，我想多干活，多熬2小时还能多赚2块钱。吴厂长，实话说，快过年了，家里到处是窟窿。婉言谢绝，因为修得太快，根本混不到几个小时的工钱。老哥全明白，也不差这一会儿。你刚才可是帮我拔了个大雷，他们折腾半天全白搭。吴厂长笑得见牙不见眼，停摆几天没人搞得定，你一上手就活了。这2000块钱你先装兜里，今晚的辛苦费。坐下喝口茶，咱慢慢聊。吴厂长直接塞过来一沓红票子，吓得手一抖，刚就干了10分钟，怎么给这么多？心里其实懊悔的要死，早知道抹点洋工凑够4个小时，这钱拿的才心安理得。老弟跟你交个底，这机器趴猫1天，老子要亏大几十万，你帮我把天坑填了，这钱我给的痛快。李峰，你是真牛人，干脆跳槽跟我干，待遇绝对吊打你那个破厂。这番话像一盆炭火，瞬间烤热了心底。实在没料到这老板出手能阔绰到这地步，这是真把手艺人当亲爹一样供着。这一时间竟然卡了壳，毕竟马上年关，裸辞跳槽可是兵家大忌。不用急着表态，回去慢慢琢磨。
不过老哥有个不情之请，眼看年底了，爆单爆得要命，兄弟们是真的顶不住了。你下了班能不能过来帮我镇个场子，顺手维护一下设备？钱的事儿绝对好说，哪怕你来坐着玩手机，只要保证机器一晚上不1晚2000，我绝不还价。怎么样？就帮老哥熬过年底这2个月。语气诚恳的让人根本无法拒绝，整个人直接僵成雕塑。干多干少1晚2000，离过年可还有整整60天呢。这要是干满2个月，赚的直接秒杀原来厂里1年的总收入。每天晚上，哪怕我只待1小时也行。瞪大眼睛，满脸的不可思议。没错，吴厂长重重的点头。老哥不跟你绕绊子，年底几千万的货等米下锅，你也懂行。机器要是瘫了，1天的损失能让我跳楼。我是真眼馋你的技术，算老哥求你帮这个大忙。我这厂子从无到有爬到现在，真心不容易。这番话听得心里五味杂陈。老子这一身绝活这么值钱，那过去5年义务献血到底算什么？纯正大怨种吗？拿钱你放100个心，要是嫌天天结账麻烦，一会儿我直接把这1个月的钱全提前结给你。银行转账怕你不方便，直接抱1箱子现金来也没问题。你等着，我这就打电话让财务把钱送车间来。不着急。瞬间舌头打结结巴起来，被压榨惯了，这种突如其来的天上掉馅饼还真有点接不住。每天按日结就行，太感谢了。该说谢谢的是我，你可是帮我拔了颗大雷。吴厂长边说边又给满上热茶。我再去车间溜达一圈，排查隐患。边说边站起身。实话说，才摸了10几分钟，机器就拿2000块，感觉这钱烫熟得很，连上好的茶叶都喝不出味了。就喜欢你这种干实事的兄弟，我叫人带你赚，一会儿还有会，就不赔了。机器全指望你了。交代完，吴厂长立马叫人带着直奔车间，在车间里里外外绕了一大圈，竖着耳朵挨个听诊，把所有带病运转的机器全给顺了一遍，浑身机油一口气干到深夜11点，听着满车间轰隆隆顺畅的机器声，心里那叫一个踏实。只有这样，这2000块钱揣在兜里才觉得硬气。跨上小电驴往自己宿舍赶的路上，掏出手机一看，屏幕上全是未接来电，全是厂里那帮工友打来的。刚才沉下心抢修机器，随手把手机调成了静音，点开微信一看消息，直接报了99家。李哥，你跑哪儿去了？3号机又趴窝了，夜班兄弟说根本开不起来啊，赶紧来救火！销售部催命一样催着要货，客户突然提前交期，机器死活启动不了，车间其他几台机子也跟着闹罢工，大家全傻眼了。组长，你快回来救命！厂长已经气得在大骂街了。清一色全是车间群里的狂轰滥炸，早就下班了，刚在外面接单跑外卖呢。慢条斯理的敲字回了过去，啥事明早再说，这种1毛钱没有的义务劳动，现在连1秒钟都不可能多待。顺手点开下面一条微信，屏幕上赫然躺着吴厂长的转账，整整6万块钱。李峰，太感谢了，刚喝完酒回厂里，谢谢你把所有隐患全给扫平了，这是提前结给你这1个月的辛苦费，赶紧收下，别推辞，务必收下。这老板出手是真阔绰，本以为他之前说提前结账就是满嘴跑火车客套一下，稍微愣了愣神，回了句感谢，果断点击收款。按屏幕的时候手指头都在微微发颤，反正以后在老东家绝对卡点下班，晚上的精力全用来给吴老板保驾护航。原本还盘算着要是吴老板这边抠搜接不到大活，就多跑几家厂子推销技术。马上年关，所有的生产线都在拼命赶工，到处都缺懂行的技术大牛，这种节骨眼只要肯卖力气，绝对能狠狠捞上一笔过肥年。苦点累点根本不算事，真正要命的是口袋空空没钱过年。作为一个背着房贷养着老小的中年男人，搞钱才是唯一的硬道理。脑子里全是老爸盼着吃药的眼神，老婆一天天大起来的肚子，还有过年流水一样的开销，压得喘不过气，又觉得有了奔头。彻底抛开无偿加班的夜晚，这一觉睡得简直不要太爽。一想到被狗厂长黑掉的年终奖加倍赚了回来，心里那股憋屈瞬间烟消云散，连梦都没做，一个直接睡到大天亮。隔天一早，再次精准卡着倒数3秒钟的线狂飙进场，听着打卡机滴的一声绿灯亮起，慢条斯理掏出手机，屏幕刚亮，密密麻麻的未读消息全是车间大群里的哀嚎，随手划开屏幕，差点没忍住直接笑出猪叫。完了，3号机这回彻底死透了，刚才炸机那动静震得半个厂房都在晃悠，厂长半夜2点披着衣服跑来把夜班组长骂得当场掉眼泪，把手机揣回兜里，吹着口哨溜达进车间，装出一副刚睡醒啥也不知道的懵逼样。刚晃悠到3号机跟前，就瞅见乌泱泱围了一大圈人，个个愁眉苦脸，跟霜打的茄子似的。厂长像跟木头桩子一样处在最中间，双眼熬得通红，活像连打3天麻将输了个底朝天，猛地瞥见我过来。李峰，你昨晚死哪儿去了？机器瘫痪成这鬼样，你连看都不看一眼。随手把安全帽帽檐往上一顶，满脸无辜。昨晚我准点下班打卡走人了。
不是您3令5营规矩大过天吗？我可是严格遵守场规。这话一刀毙命，对得他直翻白眼，差点一口气没倒上来。周围几个徒弟拼命死咬着嘴唇憋笑，肩膀一抖一抖的，根本不敢出声。厂长死死咬着后槽牙压住邪火，脸上硬生生挤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行，那你现在赶紧接手看看，总可以吧？3号机啊，3号机再不转，咱们今天的产能就全拉闸了。眯起眼睛冷冷扫了一眼，磨损的材料批新件了吗？厂长眼神猛地一阵闪躲，结结巴巴装傻，忍不住发出一声冷笑。前天就报备传动带快断了，必须换新，还是死抠着没批，对吧？偌大的车间瞬间死寂一片，连根针掉地上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厂长，上次买皮带您亲口说预算超了，让等下个月。厂长那张老脸刷的一下成了绿头苍蝇，气急败坏大吼：“赶紧给我闭嘴！”无奈的直摇头。机械设备最老实，舍不得花几十块钱的零件钱，就等着砸几十万停工费吧。厂长急得在原地直蹦高。那你倒是想办法先修好，让它转起来啊！销售部电话都快把我手机打爆了，满不在乎的低头抠着指甲缝里的黑泥，语气没有任何波澜。抱歉，今天这活干不了。厂长脑血管差点崩裂。你说什么？你有种再说一遍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没新零件，我拿命给你修啊！满车间的老掉牙的破烂货，抠搜着不肯换新，倒是有变着法压榨工人连轴转来填坑。难道底层打工人的命和时间就活该不值钱吗？车间主任在旁边急得嘴角疯狂抽搐，赶紧凑到厂长耳边狂吹风。李芳这回占理啊，咱们扣着配件没买，没材料，神仙来了也干瞪眼啊！厂长那张脸瞬间憋成了紫黑色的发酵猪肝，彻底绷不住，破防大吼：“那你教教我怎么办？客户马上就要带人来验货，机器趴窝，咱们全得掏天价违约金！”慢条斯理清了清嗓子，云淡风轻地飘出一句：“那我技术不行，修不好，要赔违约金，大家只能认命喽。”心里疯狂冷嘲热讽，反正违约金又扣不到我头上，搁这拿大帽子压谁呢？四周的空气直接冻结，所有人瞪着铜铃般的大眼睛，像看外星人一样盯着我。老陈嘴角疯狂抽搐，压低声音直呼卧槽。李哥，你今天是彻底把天捅破了！厂长气得双眼充血，眼珠子都快蹦出眼眶掉地上了。李峰，你这是公然叫板领导，铁了心不想在这干了是不是？直接抬手打断他的无能狂怒。我这叫严格执行厂规，打卡干活，规矩是您老人家亲自定的，我完全照办，哪儿错了？退一万步讲，大不了老子今天直接走人，不伺候。气得他浑身发大水一样疯狂哆嗦，站都站不稳，继续面无表情的输出。配件哪天运进门，机器哪天重开机，别说我把事做绝，材料一到位，10分钟保准让它转起来。采购，配件到底什么时候能到？加急走快递，最快也得3天。厂长眼前一黑，差点当场脑溢血昏死过去。人群里突然悠悠地飘出一句致命补刀：“昨晚要是没把李哥逼走，哪会爆这么大的雷？”就是啊，以前他每天大清早来摸排隐患，这破机子可是从来没歇过菜。厂长就是因为迟到直接黑掉人家5万血汗钱，这事儿干得确实太丧良心。厂长恶狠狠地甩过眼刀子，吓得所有人瞬间噤声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可舆论的口子一旦撕开，整个车间的风向全变了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厂长为了2分钟扣掉5万块，彻底逼得技术大牛躺平摆烂。整个工厂的命脉其实捏在李峰手里，可人家现在看着破厂，就跟看垃圾桶没区别。看着厂长头顶都快冒烟了，慢悠悠伸了个大大的懒腰。厂长，厂规严禁上班闲聊，我得去干活了。配件到了通知我一声。双手插兜迈着8字步走得极其悠哉，活像个来车间散步的退休大爷，只留下厂长死死定在原地，脸色铁青的像刚从太平间里捞出来的死尸，慢条斯理的把其余几台机器全给拾掇利索了。这些破铜烂铁在别人眼里是催命符，在我手里全得乖乖听话。年底疯狂赶工机器，24小时连轴转，零件早磨平了，加上平时没保养，不出问题才是见鬼。换做以前碰上这破事，大家全凭一口仙气死扛。谁困得睁不开眼就缩脚落咪10分钟爬起来接着干。当时身为老大哥，哪怕几天几夜不合眼，也绝不让产线停半秒，总觉得这是饭碗，更是甩不掉的责任。兄弟们被逼着加班，怨气冲天，搞到最后只能老子自己一个人死顶。说句难听的，闭着眼摸这批机器都比厂长摸他亲儿子还要熟。旁边小徒弟偷偷凑过来咬耳朵：“李哥，你这是铁了心准备跑路啊？留这当活菩萨吗？年终奖全打了水漂，熬完今年必须提桶跑路。”耳朵竖着听隔壁机台的动静，顺手拧了把旋钮，咔嗒一声杂音全消。那你找好下家没？甩给他一个眼神，走一步看一步，
到时候再说吧。打死也不能报出吴老板开的天价，不然这破厂非得原地爆炸，累死累活的一天终于熬到头。就在打卡下班的前一秒，采购的配件竟然死不死的送到了。同事扯着嗓子大喊：“李哥，材料到了，3号机有救了！”连个后脑勺都没给他。下班了。话音刚落，像100米冲刺一样杀到打卡机前。绿灯亮起的瞬间，心情爽的起飞。今晚又是2000块进账喽！嫌弃的拍掉手心里的黑油污。明早打卡之后再说。库管当场傻眼啊！可是厂长下了死命令，今晚必须搞定。上班拿钱办事，下班概不奉陪。让我免费加班，门儿都没有。哥们儿还得赶场跑外卖赚外快呢，不然拿空气过年啊！一群工友盯着背影疯狂憋笑，一股终于有人敢把领导按在地上摩擦的暗爽在车间蔓延。老员工压低声音直呼卧槽，太爽了，太爽了！李哥绝对是真汉子，不怕死。这时候的厂长杵在办公室门口，脖子都伸长了，脸黑的能刮下锅底灰。配件呢？赶紧拿来装上！李放死哪儿去了？库管吓得直哆嗦。配件送来了，可是李哥已经下班走人了。啥玩意儿？赶紧打电话弄回来，马上！库管委屈的快哭了，早没影了。骑个电驴飙得很快，说是要去跑外卖赚过年钱，根本拦不住啊！翻了天了，这破厂究竟谁说了算啊？厂长，销售部可是下了死命令，明天上午10点，客户准时进门验货。厂长的脸瞬间从猪肝色褪成了死人白。客户一到看3号机趴窝，订单铁定黄，天价违约金卖了厂都赔不起，吓得双腿直打摆子，软瘫在门框上。李峰明早来了，到底会不会修？主任结结巴巴疯狂咽口水，大概率会吧。厂长后槽牙咬得嘎吱作响。他明天要是敢磨洋工，老子非得……狠话还没放完，瞬间像被戳破的皮球瘪了下去。不行，绝对不能再惹着火祖宗了。主任无奈叹气，要怪只能怪您当初为了2分钟狠扣人家5万救命钱，把事儿做太绝，换谁心里能没怨气？这话就像淬毒的刀子，狠狠捅进厂长的心窝，哆哆嗦嗦跌坐在椅子上，嗓子发干。这不能全赖我，是他自己先破坏规矩的。此时此刻，正挎着小电驴，悠哉地嗦着路边摊拉面，刷着搞笑视频，灌着3块钱的冰镇汽水，舒舒服服跑去吴老板那赚大钱。手机早调成静音，闭着眼都能脑补出厂长那张老脸，焦急、愤怒、后悔、恐惧全搅成了一锅粥，纯属活该。谁让他心狠手辣黑掉老子的5万块？吴老板这边几乎全是崭新的设备，保养的也极好，偶尔点小毛病，随便出手全给搞定了。每天准点下班，还能疯狂捞外快，这日子简直爽翻天了。摸着黑回到宿舍楼下，已经是深夜11点多，大老远就瞅见有人在门口急得直转圈。我的亲哥哎，你可算露面了，赶紧去车间救火吧！客户连夜杀过来了，销售说明早必须看到成品出现。今儿工时早就耗尽了，万事明天再说，让我白干活绝对没戏。刚在外面顶着冷风跑了一晚上，好歹还挣了100多块钱呢。今晚只要让机器转起来，我个人掏腰包给你加200。背后突然窜出厂长的声音，借着路灯一看，那张老脸蜡黄得跟纸一样难看，心里猛地一惊，这铁公鸡竟然亲自跑来堵门了。明儿请早吧，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。明天要是再迟到，我可没第2个年终奖够你扣的。丢下这句话，扭头就往宿舍楼走。500块，另外明天再额外给你批1天带薪调休。脚下猛地一顿，脑子里算起账，带薪休假还能出去接1天私活，好像确实不亏。说话算数，绝对算数。厂长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死死跟了上来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这吸血鬼怎么突然转性了？划开手机屏幕，看到车间群里一堆绝望的求救信息，瞬间冷笑出声。闹了半天是一群人都抓瞎搞不定了，实在没辙才被逼着跑来求我。可是在外面跑了1天，骨头都散架了，还是回被窝躺着舒服。故意拖长声音，继续往楼上走。随你多着急，这种空头支票的大饼见得多了，不见兔子绝不撒鹰。哥们儿这人走夜路的时候最烦被人从背后叫魂儿，尤其是这种黑心厂长。500块现金，外加整整2天调休，行不行？李峰，你他妈别走啊！脚步猛地停住，这老狐狸是真的被逼到跳楼边缘，怕得不行了啊！往日里高高在上端着的那点死架子，此刻碎成了一地渣子，慢条斯理转过身。500块加2天调休，敢不敢白纸黑字立刻签字画押？签，现在你要我写条子我就写。心里重重的冷哼了一声，当初大笔一挥黑掉我5万块的时候多霸气，现在知道装孙子叫爸爸了，极其夸张的叹了口长气，声音萎靡的拖得老长。哎呀，今晚实在太伤元气了，2条腿像灌了铅，
您看我现在连站都站不稳，哪儿提得起劲儿啊？厂长急得当场快飙眼泪。李峰算开求你了，客户大半夜已经入住酒店，死盯明早10点开机出货。3号机现在跟死猪一样，你让我拿命交代啊！老板，你这么一扣帽子，搞得我这压力也挺大呀。厂长喘气跟拉风箱一样，呼哧呼哧的。那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大发慈悲？行了，别吵吵，先去瞅一眼到底死哪儿了。这句话一出，旁边围观的几个兄弟差点激动的当场鼓掌。讲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本身也不是那种铁石心肠见死不救的人，只是对付这种狗眼看人低的老板，必须得狠狠扒他一层皮，他才懂得什么叫对技术的敬畏。刚晃到3号机跟前，乌泱泱的人群瞬间自动分开一条星光大道。庞大的3号机死气沉沉地趴在那儿，像一坨彻底废掉的死铁。刚蹲下身子，手还没摸到金属盖板，旁边工友赶紧汇报：李哥，这破玩意儿，我们几个偷摸死磕了2个钟头，连根毛都搞不动。厂长在旁边急得都快尿裤子哭了。销售部的大佬电话打爆，已经问这机器800遍了，嘴角忍不住冷笑。废话，以前碰到这种要命的疑难娃症，哪次不是喊老子出马摆平？听到这话，厂长的脸部肌肉猛地抽搐了一下，强光手电往机器肚子里一打，故障点简直比秃子头上的虱子还明显。传动带被生生啃烂脱皮，整个轴心全偏了。这要再强行通电，整条车间都得跟着陪葬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要是再晚来1小时，核心主轴承绝对当场干废。压低声音冷冷骂道：哪个不长眼的装的底座，地脚都没吃住劲儿。新来的学徒吓得直哆嗦，弱弱举手。厂长说赶产量，让我们闭着眼睛先凑合开机。厂长瞬间气得快当场窒息，赶紧闭上你的臭嘴，少说2句会死啊！懒得搭理他们，直接扯开嗓子点将：8号、12号扳手1字10字改碎，全部动作快点拿过来！周围的几个人像打了鸡血一样，疯狂跑去拿工具。接过工具动手的那一瞬间，整个吵闹的车间瞬间死寂。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响起，所有人屏住呼吸，死死盯着我的双手翻飞。10分钟、20分钟、35分钟，搞定了。沾满油污的黑手套在半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，啪的扔在桌上。厂长直接愣成一座冰雕。啥？搞定了？没开玩笑吧？滚去按下启动键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厂长伸出疯狂颤抖的手指，死死按在启动按钮上。嗡！庞大的3号机像一头被唤醒的猛兽，顺畅的跟喝了润喉糖一样，运转声丝滑的简直让人想流泪。整个车间沉寂2秒，瞬间炸开了锅。李哥神了，简直牛逼爆了！李峰，你他妈就是咱厂的真神啊！连见多识广的车间主任都疯狂砸巴嘴。这恐怖的手速，整个行业我没见过第2个能做到的。厂长激动的2腿发软，差点当场给跪下。李峰，我的亲爹，以后谁他妈再敢扣你1分钱，老子跟他拼了！以后全场你要说啥就是啥。冷冷的用余光扫了他一眼。别扯没用的，明早记得把2天调休条子和500块钱拍我桌上。给，立刻马上给！厂长哆嗦着掏出手机，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微信转账。今晚算是彻底修利索了，对吧？妥妥的没毛病。还有调休的事儿，放2天假，你想休到什么时候就休几天。满意的点了点头。行了，收工走人，困得脑浆子都要炸了。双手往身后一背，像个刚下班溜达的闲人一样大摇大摆走出车间，而身后那几10号人集体行注目礼，看着背影的眼神里全是对火祖宗的虔诚仰望。连休2天简直爽翻天，每天一觉睡到自然醒，睁眼一看，大太阳都晒屁股了，冲个热水澡，骑着小破驴溜达到街角，呼噜呼噜干掉1碗热干面，灌下2块钱的冰豆浆。舒坦的直叹气，这种不上火不受气不背黑锅的神仙日子，真是给个皇帝都不换。晚上照旧去隔壁捞2000块，随便拿扳手敲2下机器就乖乖运转。吴老板当场竖大拇指：兄弟，你这双手绝对是纯金打造的。老板，您这小嘴抹了蜜吧？再夸2句，我都想直接给你签个半年卖身契了。调休结束回原厂复工，依旧保持老配方。刚打完卡一抬头，瞬间愣在原地。车间里莫名其妙冒出几张生面孔，站得笔挺。看着比车间主任还像那么回事，同事凑过来神神秘秘摇耳朵。那几个是厂长刚花重金挖来的大拿，听说1个月12000呢。忍不住在心里重重的啧了一声，这待遇还真是下了血本呢。老子拼死拼活1年被黑掉5万块，转头拿着钱去高薪养大爷。厂长这铁算盘打得真响，刚好拿我的血汗钱养他们2个月，心里微微泛起一阵酸水，但也就转瞬即逝。算算兜里的余额，每天晚上进账2000。碾压这帮所谓的高级技工18条街，既然来了新人，那我这烂摆的就更心安理得了。他们本事越大，我越能光明正大的摸鱼。
心里别提多痛快。下班铃声一响，肌肉记忆直接发作，第一个冲刺到打卡机前，踩点下班的快乐谁懂啊？不过今天倒没急着往外溜，转身直接杀进厂长办公室。这老小子正舒舒服服靠在老板椅上，品着上好的铁观音，抬手敲敲门。厂长，找您打听个事儿。他眼皮抬了一下，说上次那5万块钱年终奖能不能高抬贵手算了，就迟到2分钟，真不至于下手这么狠吧？厂长那张脸瞬间像翻书一样变了颜色，一秒切回高高在上的领导嘴脸。他慢条斯理端起茶杯，吹了吹茶沫。李峰啊，厂里有厂里的规矩，迟到就是违规，白纸黑字写着呢。当初要是对你网开一面，以后全厂工人天天迟到，我这队伍还怎么带？你也得体谅体谅我的难处啊！死死盯着他那张脸，足足沉默了3秒钟，真是长见识了，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，求人的时候恨不得跪下叫爹。危机刚一解除，立马又端起这副恶心的官架子，强压着心头的火气，换了个台阶。哪怕少扣点意思一下也行啊！厂长那脸皮简直比机床的钢板还要厚，连个表情都没变。你这要求纯属无理取闹，绝对不可能答应。无所谓的耸耸肩，得嘞，那我明白了。既然你把事做绝，半点人情不讲，那就别怪老子继续把摆烂贯彻到底。日子流水般又晃过去1个月，新来的那几个大拿，学历证书估计能摞1米高，就是膝盖僵硬弯不下来，更是见不得半点油污。车间里这帮老掉牙机器的怪脾气，他们压根摸不到门道，靠着那点理论知识，只能糊弄一时，稍微碰上点疑难杂症直接抓瞎。平时遇到那种又脏又累的活，还是指派给我干，拿着工资干分内的事，我也没啥意见。再说那几个新人刚来还带着股新鲜劲，跑前跑后表现得挺勤快。厂长更是做着春秋大梦，以为花1万2请来了救世主，终于不用再看我李峰的脸色了。每天在车间倒背着手走路带风，幻想着工厂马上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。我照旧按点打卡，绝不多留1秒。下班直奔吴老板那搞维护，几台机器被我调教得服服帖帖。吴老板每次见我都笑得合不拢嘴。第2个月刚冒头，机器痛快地把剩下6万块钱直接砸我卡上。这摆烂拿双薪的日子简直安逸到冒泡。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新人能挑起大梁的时候，一场毁灭性的大雷正在暗中蓄力。厂长做梦也想不到他现在有多嘚瑟，马上就会被现实打脸打得多惨烈。依旧雷打不动卡点上下班，多留1秒算我输。果然这风平浪静的假象没撑过几天就稀碎了。这天早上刚打完卡进车间，抬头就瞅见那几个万元户籍工把5号机围了个水泄不通，个个眉头拧成麻花，眼神活像见了鬼。溜达过去凑近一听，几个人正蹲在那儿疯狂吐槽：这破机器结构设计简直反人类，怎么能复古成这副德相？转动轴这螺丝完全卡死咬住了，到底哪个脑残干的？昨天折腾了一整个下午，越调数据越崩盘，根本摸不着头绪。站在后面差点没忍住直接笑出猪叫，还复古，纯粹是你们这帮高材生少见多怪，没见过这种古董级战损版设备。这帮所谓的精英拿着高薪顶着高学历，就是对油污过敏，让他们趴地上钻机器门都没有。最拿手的就是站在旁边指点江山。老陈贼兮兮凑过来压低嗓门：李哥，昨晚他们死磕到半夜11点，5号机硬是没动静，主任急得头发快薅秃了。这么牛逼，1万2的月薪连个5号机都拿不下？1万8全是吹出来的技术，剩下2000全是摆谱的姿态。这话绝了，差点当场笑喷出来。5号机那点破毛病，闭着眼睛听个响就知道，绝对是核心轴承爆死，里面的润滑油早熬成沥青干饼了。但我脑子进水了，才会主动凑上去帮忙。老子现在的定位可是顶尖端水大师兼摸鱼界扛把子，能不动手绝不下掺和。现在的职场信条就刻在脑门上，不在老子管辖范围内的破事，连一根小拇指都不会抬。熬到10点多，整个车间突然爆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，脚下的水泥地都跟着狠狠抖了3抖，全车间的人瞬间被震懵了。紧接着就听见一个新人扯着变调的破嗓子凄厉惨叫：厂长，完了，5号机炸烟了！厂长从办公室冲出来的残影，比我下班去隔壁赚2000块跑的还要狂野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昨天不是打包票说修好了吗？新人吓得面无人色，嘴唇直哆嗦，疯狂找借口。我们是按流程修了，通电调参数，他就突然抽风了。5号机停1秒烧的都是真金白银，你们到底长没长脑子？厂长气得双眼充血，差点一口老血喷在主板上。车间主任急得满头大汗，狂擦脑门。没李芳在这镇城台，他们几个根本兜不住底呀！厂长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，猛地扭头，恶狠狠的眼刀子直接朝我甩过来，刚好拎着一把大扳手路过，眼神空洞的看着天花板，浑身上下写满与女无关。立峰，你赶紧过来处理一下。厂长，我正忙着干自己岗位的活呢。
5号机可不归我管。厂长被一句话噎得差点背过气去，脸直接憋成了发霉的紫番茄。旁边那几个月薪12000的高材生面如死灰，恨不得当场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其中一个还想死鸭子嘴硬，厂长别急，我们再试一次。结果手指头刚戳到启动键，哐当一声撕裂般的恐怖金属撞击声，吓得全车间人集体一哆嗦。这回连烟都不冒了，直接触发最高级过载保护。刺耳的报警声跟杀猪一样响彻车间，厂长吓得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干干净净，嘴唇直打哆嗦。赶紧弄好啊！好啊！销售那边等5号机出户定的。老陈在旁边长长叹了口绝望的气，彻底歇菜了。偌大的车间瞬间死寂一片，气氛压抑的跟出殡现场一样。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的转过来，全在等我开口打破僵局。几个新人也偷偷拿眼角余光疯狂瞥我，眼神里全是在疯狂求救。大佬，我们真废了，赶紧出手吧！厂长之前那副装逼的领导架子早就碎成了渣，像只斗败的鹌鹑一样蹭到我身边，声音细得像蚊子叫。李峰，算我求你，你给瞅一眼。刚准备张嘴，兜里的手机突然震了2下，慢条斯理掏出手机一看，吴老板发来微信：李峰好兄弟，今晚早点过来，给你安排了顶级海鲜大餐，只要你人在车间坐着，老哥我心里就踏实。看着屏幕，嘴角疯狂上扬，差点没笑出声来。这边死皮赖脸哭着喊着求我救命，那边直接把我当活祖宗一样供在神坛上。这种冰火两重天的反差，简直爽的灵魂出窍。慢慢抬起头，盯着厂长那张急得快要当场哭出来的老脸，慢吞吞地吐出一句：厂长，您跑来问我干嘛呀？厂里不是刚重金请来了12000的高级技工吗？人家可是高学历的精英，这种小场面您得请示他们啊。厂长喉结猛地上下滑动，咽下一大口苦水。几个新人被当众疯狂打脸，脸红得像猴屁股。厂长彻底崩溃，防线全面崩塌。李峰，算我求你了，整个厂5号机只有你能玩得通。冷冷地看着他，足足沉默了3秒钟。倒不是真见死不救，只是面对这种过河拆桥的货色，不趁机狠狠给他放点血。他这辈子都学不会什么叫尊重技术。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眼神冷冽，声音不大但极具穿透力。厂长，上次在办公室您可是亲自教导我，厂规最大。既然定下了规矩，咱们现在是不是得严格按规矩办？退一万步讲，这5号机根本不是我的责任田。我要是贸然插手，那不是明抢高级提供的饭碗吗？这不合适吧？厂长的脸瞬间煞白如纸，直接把扳手往兜兜里一插，扭头接着干自己的活。5号机那边闹得鸡飞狗跳，我这心里稳如老狗，半点波澜没有。就是个臭打工的，到点上班拿钱办事，守好自己的1亩3分地，剩下的破事关我屁事。熬到下午5点半，下班铃声一响，再次化身飞人冲刺拿个第一。掐着秒表打卡下班，简直不要太爽。拍掉手上的浮灰，心里美滋滋哼着小曲。反观那几个月入12000的大神，头发都快揪秃了。见鬼了，怎么参数又崩了？明明是我亲手调的，到底哪儿出问题了？彻底麻了，我现在脑瓜子嗡嗡直叫唤。车间主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你们管这叫修机器？几个高材生吓得脸惨白。领导，我们真的已经拼尽全力了。拼尽全力？这破铁皮老子闭着眼睛听个声就能治，你们几个凑一桌打麻将都修不好。厂长杵在旁边，吓得嘴角疯狂抽搐。可我早连个人影都没了，下班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下班，没钱还想让老子留下来白打工，纯属做白日梦。跨上小破驴，迎着晚风，一路风驰电掣，心里那叫一个舒坦。晚上9点多，舒舒服服坐在吴老板厂里喝着热茶，顺手就把2台机子调教得服服帖帖。李峰兄弟这神仙手艺是祖传的吧？稳的一批，今晚早点撤，千万别累坏了身子。只要你过来随便摸2下，老哥我这心里就踏实。这1个多月全指望你大显身手，厂里订单赶得丝滑无比。笑着摆摆手，低头接着干活。结果刚擦把手，兜里手机跟通了电一样疯狂震动，掏出来扫了一眼，满屏全是车间大群的狂轰滥炸。完了，5号机这次死透了，彻底歇菜，连个灯都不亮了。流水线吐出来的全是报废品，客户电话直接打爆，催命一样。厂长在办公室砸杯子，爸大疯了，财务刚按了下计算器，这次损失估计直奔1个亿啊！一口热茶差点直接喷屏幕上，1个亿，哪怕把全场1整年的利润全填进去，窟窿都堵不上。猛眨2下眼睛，滑动屏幕，接着往下看好戏。5号机跑的全是超级 VIP 的高利润单子，要命的是还死死卡着后面2条流水线的脖子。这2天出仓的货全他妈是工业垃圾，客户当场暴走，律师函直接拍厂长脸上了。没忍住，当场笑得趴在桌子上狂捶桌板。这哪是坏了台机器，这根本就是引爆了核弹。
当初不还嫌弃老子磨洋工摆烂吗？老子才躺平没几天，直接干煤厂里1个亿，亏得越掉底裤，赔得越倾家荡产，狗厂长就越是下不来台。天道好轮回，这就是把底层技术大牛当狗屎的现实报。夜里11点，骑着电驴慢悠悠晃回宿舍楼，远远瞅见整个厂区亮得跟白天一样。5号机跟前围着一帮双眼熬得血红的倒霉蛋还在死磕，连平时拿鼻孔看人的厂长都亲自撸起袖子在那地扳手。刚巧路过大门，里面有人眼尖扯着嗓子大喊：“李哥，火祖宗你可算回来了，赶紧进来救个命啊！”连头都没回。没空，早就下班了。刚在外面跑完外卖，骨头都快散垮了。李哥，求你了，厂长已经被逼得快精神分裂了。他疯他的，关老子屁事！脚步不停，继续朝着宿舍方向溜达。身后的画面简直是人间炼狱，几个人半截身子埋在机器里瞎掏，有人崩溃怒砸椅子，有人崩溃大叫。主任死死抱着脑袋蹲在地上怀疑人生，厂长像滩烂泥一样瘫坐在零件箱上，双眼空洞无神，疯狂复读。实在没忍住，回头欣赏了1秒这绝美的画面，乐颠颠的哼着曲儿回屋睡觉。说起来还真得感谢他扣了我的钱，逼得我出去赚外快。这2个月捞的钱吊打那点破年终奖，今年绝对是个流油的肥年。白嫖加班，狗都不受这鸟气。刚推开宿舍门，鞋带还没来得及解，就被冲出来的几条大汉直接架到了半空。李哥、青哥，赶紧发发慈悲救救兄弟们吧！狗厂长放了狠话，5号机要是修不好，整个车间所有人的年终奖全部清零。瞬间愣在半空。啊，连坐这么毒！抬我的全是平时一块光膀子干活的老铁，此刻个个急得眼珠子通红，快滴出血来。刚到嘴边那句干我屁事，硬生生卡在嗓子眼。瞅着这一张张快要崩溃大哭的沧桑老脸，心底那股死磕到底的狠劲儿不由得软了半分。这帮兄弟一大家子全指望这点钱续命，娃等钱买过年新衣，丈母娘还等着收大红包。没人比我更清楚这笔救命钱到底有多沉重。底层打工人熬了一整年，不就图年底这点微薄的盼头？李哥，赶紧出山吧！厂长下了死命令，请不回你这尊大佛，大家的血汗钱全得打水漂。听到这差点没绷住，直接笑出声来。行啊，老小子，跟我这儿玩起株连九族了，黑掉我一个人的钱还不解气，现在要砸所有人的饭碗逼我低头，真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！当初大手一挥黑我5万块的时候，不是挺狂吗？现在知道踢到铁板骨折怕疼了，脸色瞬间冷了下来。他当时明抢我年终奖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们哪个站出来放个屁？所有人全哑火了，憋了1秒，老陈才硬着头皮开口：“李哥。”当时大伙儿也没料到厂长真能这么疯狗啊！要是真被全扣了，回家根本没法跟老婆孩子交差。李哥，我媳挺着8个月大肚子，就指着这笔钱给即将出生的娃囤奶粉钱啊！兄弟，我也是啊，拿不到年终奖回去，老婆绝对能把我连人带行李轰出大门。李哥，现在你就是咱们全车间几百口人的亲爹亲命啊！一阵长久的无语。看着这群5大3粗的糙汉子，红着眼圈跟看活菩萨一样死死盯着我，心口猛地揪成一团。规矩揪成一团，规矩就是规矩。已经下班了，刚在外面跑完外卖，真不是一般的累。死撑着最后的底线，又杠了一句：“我的亲哥，你就别端着了，兄弟们这回是真的被逼上绝路了。机器再这么摊下去，亏到天际，别说年终奖，下个月的底薪发不发得出来都悬了。”狠狠叹了口长气，老子是真想活活憋死那个狗厂长。但实在没法眼睁睁看着这帮穷兄弟跟着陪葬，拍了拍沾满灰的裤腿，猛地站起身，走吧。一群人瞬间炸了，激动的嗷嗷直叫，恨不得直接把我当神仙一样供着抬进车间。车间里俨然一副末日景象。别扯那个电源线！我操，完了！又他妈起火了！救命啊！怎么又开始冒毒烟了？核心热制片彻底烧穿，全报废了！大家一起等死吗？车间主任死死抱着光秃秃的脑袋蹲在墙角，那个高高在上的厂长此刻瘫坐在废料箱上，翻着死鱼眼，嘴里机械般的疯狂念经。1个亿，一个小目标啊！老子怎么就这么倒8辈子血霉啊？猛地一抬头，瞅见工友把我簇拥进来，活像半夜见了亲妈，激动的连滚带爬，差点双膝砸地。峰峰，我的活祖宗，你可算显灵回来了！峰峰这2个字，差点没让我把隔夜饭吐出来。我这会儿已经下班了，溜达过来随便看看。厂长被怼得倒抽一口凉气，哪还敢放半个响屁，立马切换成人类高质量舔狗模式。峰哥，
我给您磕头了，您开个价，要多少钱随便提，随便提，只要您能高抬贵手救活这场子，让我现在给您磕300个响头都没问题。旁边的兄弟们可怜巴巴地凑上来求情。李哥，赶紧露一手吧，这烂摊子我们是真的无能为力了。秦哥，今晚你要是不出手，全车间的兄弟都得排队跳楼去。沉甸甸地叹了口气，踱步走到5号机跟前，探头一看，差点没一口老血狂喷而出。这帮月薪过万的顶级废物，活生生把1000万级设备拆成了废品收购站的破烂，紧箍螺丝少了一大半，信号线全插反，核心位置偏到姥姥家，连最致命的主轴心都被暴力拧成了麻花，实在没忍住，指着机器破口大骂：我操，你们管这叫抢修？管这叫抢修？这他妈是搞破坏吧？几个高材生瞬间涨红了脸。我们真的尽力了，你们这他妈是在赶着给整个厂子倒闭！懒得再费半句口舌，猛地抬起头，冰冷的目光死死扫过全场。8号、10号、12号开口拽手，汪用表、高精度校准尺、1字10字改错，还有绝缘手套，全都给我光速递过来。东西不到2分钟全给我端到了跟前。8号、10号、12号扳手、万用表、螺丝刀、校准尺、绝缘手套一应俱全，甚至连矿泉水都有人提前拧开瓶盖，恭恭敬敬递到手边。李哥，您先润润嗓子，喝口水。李哥，我给您打灯，这个亮度够不够？李哥，地上凉，我给您多垫几层硬纸板。心里忍不住冷笑，平时背地里戳脊梁骨骂老油条，现在全跑来装孝子贤孙，变脸比翻书还快。一把拉上功夫拉链，戴好绝缘手套，弯下腰直接钻进5号机底盘。这老掉牙的机子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元件，线路错综复杂，连个下手的缝都没有，被那帮菜鸟搅成了一锅烂粥。现在收拾残局起码得多费3倍的狠劲，手上刚有动作，整个车间瞬间死寂，连个喘大气的都没有。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一响，全场几10号人瞬间像被点穴一样，连呼吸都死死压住。他这是在重新找校准点呢！我操，这盲操手法书上根本没教过啊！你算老几也配见这绝活？你以为是在家看你妈炖排骨？想看就能看。厂长像根木头一样死死定在背后，半步都不敢挪，生怕弄出点动静惊了架。躺在机器底下，心里稳如泰山。这种破毛病闭着眼都能拿捏，简直跟喝水一样简单。主轴心被拧成这副鬼样子，连带着起码5个核心部件全跟着跑偏，连最基本的传感器都能正负极接反，难怪一通电机器跟杀猪一样叫唤。温控排线被这帮所谓的高手瞎插一气，再晚1秒，主板绝对当场烧成焦炭。要是今晚没把我请出山，就按他们那种暴力拆解法，纯粹是拉着全场一起自杀，埋着头一通疯狂输出，整整3个多小时没挪窝。换做以前被白嫖加班熬夜，根本就是家常便饭。李哥，要不要先出来喘口气，歇一会儿？少他妈废话，赶紧把开口扳手给我递过来。盯着李峰这波神仙操作，简直比看好莱坞大片还要刺激100倍。熬到凌晨3点，车间的白炽灯晃得人眼花，咬牙死死拧紧最后一颗要命的螺母，整个人瘫在地上，长长吐出一口浊气。彻底搞定，通电开机。厂长伸出疯狂打颤的手指，死死按在绿色启动键上。庞大的5号机发出极其平稳的轰鸣声，那一秒全场瞬间像炸了锅一样。稳了，终于活过来了！李哥，你他妈绝壁是机械之神下凡啊！我操，要不是老子2只眼睛盯着看，还以为是在放科幻片特效。1个亿的单子总算是死里逃生保住了。有几个扛不住压力的工友激动的当场捂着脸哇哇大哭。厂长活像离散多年的儿子见了亲爹一样猛扑上来。峰峰，我的亲祖宗，你这是救了我的老命，救了整个公司的命啊！以后谁他妈再敢拿迟到说事儿，老子第一个撕了他！以后在厂里你就是我亲哥，我见你绝对比见董事长还恭敬。从今往后你指东，我绝不往西。你要咋样就咋样，你要多少钱我立刻批，你要放长假我马上签，你要升职加薪我连夜走流去。累得骨头架子都快散了，强撑着眼皮扫了他一眼。那我被黑掉的5万块年终奖，现在是不是能吐出来了？厂长像被高压电击中一样，整个人猛地一激灵。还必须还，不光退你5万，老子在私人倒贴2万，只要你开口10万我也砸。以后你就是我亲爹。厂长，您这光速变脸的功夫，简直比美颜滤镜还要丝滑啊！当初大笔一挥扣人家5万的时候多牛逼啊！现在这滑跪的姿势真是标准。早知道李哥是整个厂的定海神针，当初非得去触那个眉头，纯属脑干缺失。厂长被怼得老脸一阵青一阵白，半个屁都不敢放，只能舔着脸在那疯狂陪笑，扯下沾满油污的绝缘手套随手拍了拍。
行了，没别的事儿，我得回去补觉了。所有人瞬间被这操作惊得眼珠子掉了一地。刚救完场，这拍拍屁股就走人了。李哥，你不管咱们死活，直接撤退了，不稍微留下来盯一会儿后续参数稳定情况吗？早就过了下班点了，我又不是随叫随到的免费牛马。厂长急得破音，差点当场喊破喉咙。火祖宗，现在可是凌晨3点半啊！哪怕是半夜3点，那也是老子的私人下班时间。整个车间顿时爆发出掀翻屋顶的狂笑声。刚溜达到空荡荡的走廊上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正准备拐弯回宿舍，厂长像条哈巴狗一样气喘吁吁地狂奔过来，死死拦住去路。李峰，这次我是真心实意、郑重其事地跟你道个歉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。我这人就是嘴上没把门，脑子缺根丝儿，你千万不能跳槽。明年一开春，我绝对给你升职加薪。只要你别甩手走人，条件随你开。脚下猛地一顿停在原地，看来这老狐狸总算是嗅到老子准备提桶跑路的风声了，还以为他真能头铁到底呢。居高临下看着这个大半夜弯下高贵脊梁，疯狂鞠躬认怂的厂长，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冷笑，半句废话没多扯，也没放什么狠话。厂长，以后的事儿谁能打保票呢？走一步看一步再说吧。厂长听完这话，双腿瞬间一软，差点当场瘫在走廊上，拖着步子挪回宿舍，连满是机油的功夫都没力气拖，整个人像被瞬间抽干了骨髓，直接死猪一样砸在硬板床上，脑袋刚挨着枕头不到2分钟，直接昏死过去，呼噜震天响。隔天大早，猛地睁开眼，抓过手机一瞅，卧槽！直接上午10点整，像诈尸一样从床上猛地弹射起步，彻底完犊子。这回又特么迟到了，心脏像踩了油门一样在胸口狂飙，突突直跳。就凭狗厂长那个针眼大的心胸，迟到2分钟都能生吞5万块。这次足足晚了2钟头，绝逼要被当众全场通报开除，名字指不定还得被死死钉在厂规的耻辱柱上鞭尸。可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，昨晚大半夜，老子可是凭一己之力，硬生生把这破厂从1个亿的天坑里拽了上来。去他大爷的，拯救了全场命运的功臣，早上10点还在被窝里，才是对生命的尊重。常常伸了个懒腰，慢条斯理的洗脸刷牙，像个大老爷一样溜溜达达往厂区晃，心里早盘算好了，顶多就是被指着鼻子臭骂一顿，爱咋咋地，老子无所谓了。刚溜达到厂大门，习惯性的摸出兜里的手机想看眼时间，屏幕上突然弹出来的一条银行转账提示，差点没把老子钛合金狗眼当场闪瞎。厂长向您发起一笔转账，整整2万块，留言赫然写着私人掏腰包额外奖励，被扣的年终奖等年底一分不少全发。盯着屏幕足足死机了3秒钟，身体比脑子诚实，果断点击确认收款，落袋为安才是硬道理。至于画大饼说年底一并补齐年终奖，谁信谁特么是脑瘫。这孙子当初挥刀砍钱的时候毫不手软，现在发福利能有几分真心？掉过一次坑，绝对不可能再当第2次活王八。刚把手机揣热乎，厂门口那个平时只会拿下巴看人的保安大哥，隔着老远直接啪的立正敬礼。李哥早上好。这突如其来的阵仗吓得我猛一哆嗦。大哥，这都快吃午饭了，还早个屁啊！只要是您来，几点都算大清早。厂长刚才私下命令，只要李哥一露面，立马给他打电话汇报。瞬间彻底无语，在这破厂卖命5年，从来没体验过这种皇亲国戚般的顶级待遇。昂首挺胸跨进车间大门的那一秒，心里彻底通透。昨晚熬的3个小时简直特么太值了。远处的5号机正发出极其悦耳平稳的电机轰鸣，那动静听得打工人简直想落泪。车间主任一眼瞟见我，活像见了大罗金仙降世，直接滑跪过来。李哥，您可算睡醒出关了。只要看到您这尊大佛杵在这儿，我们这心算是彻底塞回肚子里了。昨晚您那一手绝活简直绝了，5号机从买回来就没这么乖顺过。李哥您早。李哥您渴不渴？我去给您接杯温水。李哥肚子饿不饿？我去食堂给您端笼包子。李哥今天这气色简直红光满面，帅呆了。心里疯狂冷笑，昨天不还个个尾巴翘上天牛逼哄哄的吗？现在怎么全他妈跟灰孙子一样卑躬屈膝了？厂长一阵风似的从办公室冲出来，激动的眼泪花子都快飙出来了。峰哥，您可算大驾光临了，赶紧的，里边请，去我办公室喝杯好茶。厂长，我这可是足足迟到了2小时，您不扣我钱了？厂长脑袋摇得跟个破浪鼓似的。迟到，在咱们厂对您绝对没有迟到这一说。您现在可是技术总监级别的火祖宗，您几点跨进大门，咱们几点算上班，没毛病。
对，领导英明，心里爽的简直快要起飞。昨晚凌晨3点，只差临门一脚没跪下，今天算是彻彻底底跪在老子脚底下了吧？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，看着高高在上的厂长卑微的给我斟茶倒水，恍惚间还以为自己在做白日梦。他双手捧着青花瓷茶杯，那个小心翼翼的滑稽样，简直比捧着炸药包还要虔诚。峰哥，您昨晚一把将全场从悬崖边拽了回来，这天大的功劳，我已经连夜向大老板如实汇报了。我们几个领导商量了一下，以后车间那些脏活累活，您一概不用沾手。哦，这狗东西又在憋什么坏水？打算卸磨杀驴，直接把我扫地出门。厂长赶紧凑近乎，脸上堆满谄媚的笑活，像欠了我800万高利贷。您每天的任务就是搬个椅子盯着机器运转，只要您老人家坐在那儿镇场子，我们全场上下就吃了1颗定心丸，待遇绝对给您拉满，涨多少全凭您一句话，您说个数我绝不还价。彻底被这番不要脸的舔狗言论干无语了。厂长看我没出声，以为筹码不够继续疯狂加码表忠心。只要您想休息，带薪调休假条我闭着眼睛秒批。家里有事儿需要请假，连个理由都不用编，随时走人。万一碰到极寒天气需要您出手，加班费按分钟算价钱，您随便开。至于打卡迟到，从今天起把您的打卡记录直接拉进白名单。活干完想提前溜回家，早退不仅合理，而且非常合法。中午嫌趴桌子睡得不踏实，我亲自去给您买张席梦思大床，直接搬车间里。端着滚烫的茶杯，死死咬着嘴唇，才没让自己当场狂笑出声。厂长神神秘秘地压低嗓门，满脸卑微讨好的奴才香。峰哥，算老弟我求你了，以后千万别再动跳槽的心思了。离了您这尊真神，我这破厂子连24小时都撑不过去，铁定关门大刑。从今往后在这厂里，您随便放个屁，绝对比我下的红头镇上还要好使。慢慢抿了一口茶，眼皮一抬，那我5万块的年终奖，这回是真的不扣了吧？谁敢扣，老子跟他拼命！绝对不扣，不扣！明年一开春，我直接给您翻倍发10万！我的峰哥，现在您就是整个工厂最不可替代的超级大心脏啊！表面毫无波澜，心里暗自盘算，明年画的大饼明年再看。狗改不了吃屎资本家，就是被血淋淋的教训毒打完才知道老实。听着外面5号机轰隆隆的欢快运转声，延误的订单重新上了轨道，挽救了不可估量的损失，换来了高管们的顶级摇尾乞怜。连那帮眼高于顶的高学历技工，现在隔着800米见我都得站直了立正。至于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啥？毫无疑问就是赶紧熬到准点，火速下班，跨上我的心爱小摩托，去隔壁吴老板那轻轻松松再搂个2000块外快。面对这种白捡钱的神仙日子，谁他妈不去，谁就是天下第1号大赏。日子照旧每天雷打不动，卡点上班，准时下班，哪怕机器冒烟了，老子也绝不多留半秒钟。至于厂长办公室里跪舔的那些海口，全当他惊吓过度精神失常放的连环彩虹屁。对打工人来说，只要没白纸黑字盖上公章，砸进工资卡里的全他妈是扯淡。兜里揣着厚厚的几万块现金，每天熬着不用加班的神仙班，随便溜达看看几台被调教的服服帖帖的机器，欣赏着全场上下对我像公祖宗一样的卑微嘴脸，心底由衷的感叹了一句：这特么才叫打工人翻身做主站起来了。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新人，每天见到我像被打了足量鸡血一口，一个李哥叫的比亲爹还甜。李哥您吉祥，李哥今天这状态简直能手撕街床啊！李哥您喝水。车间主任每天做贼一样偷偷路过我工位至少3趟，神经紧绷，生怕我哪根弦搭错了不高兴。哪怕是在走廊里清清嗓子咳嗽2声，厂长都能像只护崽的老母鸡一样从办公室火速窜出来。峰哥怎么咳嗽了？是不是着凉了？赶紧带薪回家休养2天。需不需要我亲自开车送您去挂个专家号？瞎激动什么？就是刚才抽烟抽多了，嗓子有点发干。厂长立马掉头，冲着保洁阿姨扯开嗓门咆哮：赶紧去给总监泡杯红糖姜茶，老姜必须给我切得厚厚的。我算是彻底被这种魔幻操作击败了。这极其荒诞的抓马场面，要是倒退回1个月前，就是借我10个胆子做梦都梦不出来。至于现在，享受这种帝王级待遇，早他妈跟喝凉水一样习惯成自然了。有时候脑子里甚至还会冒出一个危险的念头，似乎还可以骑在他们头上，更加放肆嚣张一点。至于升职加薪这事，厂长恨不得每天变着花样在我耳边疯狂暗示。峰哥，年关一过，立马给您提薪资，涨多少真的是您老人家一句话的事儿。只要您老肯松口点点头，我亲自去财务盯着，给您走特批流程。之前那点微薄的死工资，简直是侮辱了您的神仙技术。
我们必须拿真金白银体现出顶尖人才的恐怖身价。每次听到这种画大饼的废话，我只是意味深长的冷笑一声。画大饼的事留到过完年再说，老子现在有的是底气，根本不差这点。其实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只要我人留在这儿，他割肉放血也得把钱砸够。要是我甩手走人，他这破厂子分分钟变成一堆废铁。活了快40年，踏入社会被按在地上摩擦了这么久，终于真真切切地领悟到了一个职场终极铁律：只要手里捏着无人能及的硬核技术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得乖乖给老子盘着，爽爆了。